大家好，我是 Liz，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关于工作、事业还有财富方面的运势。然后我现在的话有2025年的上半年塔罗预测，可以预测3个领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帮我官方 LINE@ 做咨询哦。然后现在的话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是1、2、3。好。还没有选好的朋友可以先按暂停，选好的朋友我们就要从左边第一组来开始解牌咯。嗨，第一组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选到的是这个圣物。那这个的话，它就是说在夜晚的精灵里面有一个南瓜灯来帮你照亮黑暗，让你前行。所以这组的朋友们可能在过去啊，工作跟财富上是一个比较艰苦的这种感觉，有可能工作很多忙不完，然后压力蛮大的，会觉得自己好像工作没有尽头，就像在黑暗之中看不到光的这种感觉。那现在呢，就是这个夜之精灵，这个牌卡是夜之精灵，他送了一个南瓜灯来，要来照亮你的工作跟财富了。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工作运会有什么样的转变？好，月亮牌，对，你过去的话真的是蛮低谷的，因为月亮它是一个比较情绪上会比较多，然后可能身边会有小人啊，或者是跟同事之间工作不顺。但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主要可能是因为你们很负责任，然后会希望把自己的工作可以做到尽善尽美，就会花费很多力气在做，但是你又觉得好像看不到尽头，或者是工作上没有得到认可，觉得心蛮累的。但现在他跟你说，你这一过去的这些辛苦啊跟累积都不是白费的，因为这边有这个宇宙牌跟这个天秤座的牌，他跟你说，就是你现在是要迎来公正跟正义，有可能你们工作的事项跟法律还有法务有关，不排除你们可能本身就是律师，或者是做跟法律相关的工作。那你这个工作呢，它其实是需要时间慢慢的创造的。就像这一年，你可能走过了很多低潮，但是这些低潮也磨练出你要如何在工作上跟你的生活之中做一个平衡，心态上要怎么样做调整。所以这样一路走来，你已经变得非常的强大，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小人啊，或者是不公平的状态，你也会去为自己发声，然后让这个整个状态是比较平衡的。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有什么转变。圆盘皇后，这个工作你们有可能做很久了，因为是抽到宇宙的牌，所以代表说它不是一天就可以完成的，对。然后这边的话还有星星牌跟这个圣杯八，你过去可能对这个工作有受到蛮多的挫折的，但现在迎来一个新的改变，你可能在内心有一个想要去做的事情，然后这件事情不是可能1、2年就可以完成，可能是要好几年。然后你前面这些辛苦跟努力是为了要成就后面你有办法自己出来独立做一些创业你想要做的事情，不论是什么事情都好。就现在你终于去想说自己内心的这个梦想是有机会去实现的，而且我觉得你如果有心中想要做的事情，在年底这段时间是会出现贵人的，就是会有一个财力蛮雄厚，或者是说他在你想要精进的这个领域方面是很有知识跟经验的，可以来帮助你去把你心目中的这个灵感郁郁跟诞生出来。因为这边星星牌啊对应这个宇宙牌，有可能你之前已经想很久这件事情要怎么做，或者是你已经正在做这一件事情，但是你这一年前期的部分你在做的时候是比较卡关跟辛苦的，可能很多事情你都要自己来亲力亲为，也会不小心遭遇到一些失败啊跟挫折，对。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你后面会出现一个贵人，或者是本身你已经自己成长为这个贵人了，你在更多方面你会去精打细算，
很多事情要怎么去解决跟处理，然后也最重要的是有磨练出你这个不放弃的心智，就是你过去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或者是困难，你就会想说，哈，还要再继续做吗？我真的要继续坚持下去吗？但是我这边看的是说，你已经挺过这个难关了，然后接下来，对，你看太阳，还有这个宝剑2，可是你内心听到我说你挺过这个难关了，你内心还是会觉得，他真的挺过了吗？我还是觉得我好累哦，就是类似这种，你还是会有点自我怀疑。但是这边它出现太阳牌，跟你说不用担心，你已经走过这个最黑暗跟低潮的时期了，就你现在可以像太阳一样的，就是出去玩耍。那如果有法务相关的事情啊，法律相关的事情，会在今年应该会有一个答案出现。但这个答案是不是你想要的？我觉得蛮大的几率有可能是你想要的，但是可能逼于世俗上的压迫啊，或者是有一些法条规定，会让事情没有在你想象中。比如说，你可能想要得到赔偿，你可能想要得到50万，但是判下来可能只有20万，但这样子还是成功的。对，然后就是你接下来会开始慢慢去释放这些过往失败对你造成的这些压力啊，跟惶恐不安、焦虑的心情。因为你看太阳来咯，这个时候呢，通常你们走到后面已经是一个收尾的阶段了，就前面可能刚开始是星星牌嘛，就代表说还在天上，你还没有接下来，然后到这个走到这个月亮时期的时候，会比较焦虑跟不安，然后到最后的这个太阳，因为像在埃及神话里面的太阳，它其实每天都会被天空之神吞下来，然后到了要日出的时候，就是才会把这个太阳这样送上去。所以我觉得你已经在这个日复一日的过程之中，慢慢的把自己从星星，然后到月亮，已经到太阳的这个阶段，所以不用担心。你如果现在有在做什么事情的话，就是保持着去做，这样子就好了。然后放下那个压力跟焦虑，还有失败，过往的失败就是它已经过去了，往前看，有更多好的机会在等着你。太阳牌不是随便抽都有的我觉得这组的超棒的。那如果你是想要转职啊，或者是自己出来工作，我觉得都蛮适合的。对，应该会有一个贵人来问你说，要不要一起跳槽？这里有更好的，可以期待一下这一组的朋友们。或者是你可以向宇宙许愿，看你的信仰是什么，可以向他们许愿，就是想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对，但许愿的话要量力而为。然后如果有成真的话，可以回去感谢他们。好，那这一组的解牌就到这里。想知道更多，可以来找我做个人占卜。我们就下次见咯，谢谢第一组的朋友们，拜拜。嗨，第二组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抽到的是这个夜之女王的精灵。对，那这一组的朋友们呢，我觉得你在过去的1年之中，你在这个工作啊，或者是事业上，已经算是步入轨道，而且你已经做到有一定的成就。因为这边都出现这个夜之女王，代表说你在工作上其实是很尽责，然后很出色的完成了很多的工作。对。这有钱币、圆盘骑士，然后权杖、魔杖石，这个是宇宙牌正位，还有月亮牌。好，这组的朋友们呢，就是在过往的这个状态之中，你是慢慢的一点一滴的去朝你的这个目标前进，然后你是走比较脚踏实地的这个路线。那现在到了年末，你应该压力蛮大，很多事情要忙跟等着你做，你内心会比较焦虑，担心自己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完成。但其实很多，比如说主管啊，或者是别人把工作派给你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你是很可靠跟真诚的，可以很安心的把工作交给你，然后你都会如期完成。还是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期待，让你压力很大？
好的，然后你这个工作呢，你应该做有一段时间了，可能3-5年，因为宇宙牌它不是，它一定不是短时间就可以完成，宇宙牌是很需要长时间的去累积的，对。然后这张牌的话，其实是在告诉你说，你在工作之余啊，也要去玩乐跟玩耍，去平衡那个生活。但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其实蛮厉害的，就是工作很多，但是还是可以从中去安排自己放松的行程，比如说去外面走走啊，跟朋友聊聊天什么的。就这一组的朋友们蛮厉害的，时间控管很强。虽然说焦虑归焦虑，但是还是会很按时的把事情做完，一定会有焦虑的时候啦。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你接下来要有什么样的转变？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样的转变？要来了。哦，好，来了。OK。好，再一张，好，我看一下。好，这边有魔杖骑士跟这个魔杖五，还有钱币皇后跟魔杖一。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啊，会有一个新的工作机会哦，而且这个机会有可能不一定是你离职，如果是你待在这个公司很久的话，会有一个新的项目，然后是主管很看重你来给你的。而且如果你说年末有没有加薪，我觉得是有的就是可能年终会多一点之类的。如果没有的话，会有人来挖角你，就是带你去做其他的事情。而且你在年底的时候，你会找到一件，应该说会出现一件你觉得很有热情，你想要去做的事情。如果有出现的话，这一组的朋友们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它是魔杖一，它有点像是火烧完就没有了，所以你要借着那一股冲劲就往前走。那你可能会有点碍于现实的压力啊，或者是你可能会想说，哦，我之前在这间公司待这么久了，然后做的也没有不好啊，其实也不错，我真的还要再往上去突破我自己，然后成为人生的领导嘛。因为其实这张牌像这个夜之女皇，我觉得她是可以自己出来独立创业跟工作的。也许这一组的朋友们有规划想要出来当自由业者，就自己接案啊，或者是想要去做新的创业，我觉得都是蛮适合的，只是会有一些困难跟阻力，你需要去审慎的评估。但这边有这个土跟火的能量，我是不担心啦，就是你们蛮有冲劲的，对，只是有的时候这个内心的焦虑可能会阻止你去做这一件事情，那你可能就想一下，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安抚自己这个焦虑，用有点转念的方式。那如果是事业上你有在做规划的话，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真的会领到一笔不错的奖金，就是会有不错的意外之财出现，也不算意外之财，其实你努力很久，这些都是你很认真辛苦经营而来才有的钱，不是那种你晃一晃就有。而且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真的有一个新的事业出现，你看这边还有这个圆盘一、圆盘公主，然后圆盘8，还有这个圣杯骑士。这组的朋友们，如果你要做一个新的创业啊，我觉得它是跟植物相关。这组的朋友们有可能也是蛮爱护大自然的，可能有一部分的人，但是我觉得这边更多的是你会去发挥你的创造跟想象力，去创造出一些东西。不一定是要很困难的东西，也许只是一些生活日常的插画啊、故事分享、文字等等的，或者是你喜欢做吃的，因为这边有这个圆盘，有这个金牛座的牌，有可能你们做吃的这方面很强，喜欢把自己觉得美跟好的事物分享给大家。那如果在工作上的话，你想要取得更多的成就，就是你要大胆但细心的去做。这边有这个太阳在处女座的牌，还有圣杯王子，大胆细心的去做，然后有一些疯狂的想法，你其实是可以提出来的，会蛮容易被受用。而且你有一些疯狂的想法，可能是在你心中一个小小的想法，但你还没有去把它
实际上的做起来。我不太清楚你内心疯狂的想法是什么，反正就是你第一个想到的那一个。而且这个事业它是可以一直生生不息的，就如果你要做新的工作跟转换的话，这个事业是现在蛮有看头的，而且明年刚好是这个青蛇年，你看这边绿色，然后你又有火，这个冲劲可以去做，而且这边没有太多风元素的牌，代表说你不会摇摆不定，就是你内心已经蛮坚定的要去做这一件事情的，只是内心还是会有一些担忧跟焦虑，这是很正常的，对。然后你这个新点子呢，它就是在你心中慢慢的孕育，然后加上你又有过去的这些很结实的经验，它就可以帮助你更快的孕育出这个属于你的新事业。就如果这一组的朋友们有要展开新的事业啊，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真的很适合，真的冲劲也有，然后资源也有，还有一个好的新的开始。对，如果有受到召唤，内心有想要去做的事情，可以马上去试试看，从那个小小的地方开始说。像现在不是很多人挑战说，每一天拍一支 Reels 短片，类似这种，把它拆解成很小的步骤，可以帮助你更快的去推动这一件事情，然后它之后就可以成为你的主业，或者是你的主业已经是这样做了，那你就是大胆细心的做，去把自己内心的那些热情啊跟想法都展现出来。年底的话会有一个蛮不错的机会跟收获的哦。好，谢谢第二组的朋友们，想知道更多可以来找我2025年的运势占卜。好，那谢谢你们收听，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嗨，第三组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选到的是这个享受快乐的精灵。好，这组的朋友们，这一年是不是过得比较紧绷？就是如果这张牌出现的话，代表说你最近呢是一个比较严肃跟紧绷的状态，其实很合理啦，因为已经年末了，可能有很多事情要等着你去收尾，还有处理。你看，这有出现死神牌，还有这个魔杖皇后，不好意思，突然断线。然后呢，你的状态会是比较疲惫的。这边他在跟你提醒说，你要去慢下来，就像这个乌龟一样，慢慢的往你的这个方向走，停下来看看你身边的风景。对，其实你是一个能力很强，在工作上、事业上是很有魄力跟领导力的，就是大家其实都很喜欢你，不论是上司还是下属，都会觉得把事情交给你很放心跟安心。然后你可能这一年收了很多烂摊子，所以你觉得蛮累的，不论是在人际关系上也好，还是专案上也好，都有这样子的问题出现。更多的是可能是客户，你的客户可能会有很多问题需要你去处理，但是其实你把这些都处理得很好，因为你看这边有圣杯三，代表说你周围的同事啊，或者是老板，他们都很喜欢跟你交流聊天，而且你是可以保持住，你就算心中再讨厌那个人，你都有办法保持住，就是你的那个形象啊，还有你不会露出你讨厌他的那个样子。就这组的朋友们很厉害，很厉害。对，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赚的不够多，或者是你努力很多，但是收获却很少。像这边有出现这个圣杯五的牌，它其实在提醒你说，你可以去看一下你的优点，因为你可能你是一个很认真又负责的人。如果下属出错了，你不会把错都推给下属，你会一起想办法去面对跟解决，甚至是自己扛下来。那你可能会觉得说自己在这一年里面好像没有什么很杰出的表现，但其实他这边在提醒你说，光是可以做到这一点，你就已经很厉害了，就是可以做到大家都很信任你啊，然后很佩服你，这一点其实已经很厉害了。而且这也会为你日后可能在做其他的工作啊，或者是你想要有其他的发展的时候，有这个人脉，他会很放心的推荐这个新的工作给你，如果你有往其他领域走的话。对，他说去看一下自己的优点，就是你已经很棒了，不用给自己这么多的压力。
然后这边还有宝剑6跟圆盘骑士，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转变。哦，太阳牌非常不错。好，怎么大家都有这个圆盘皇后？就是这组是不是我的观众都比较都是实力派，就是都是脚踏实地的那种啊，不会想说工作可能轻松的做就可以敷衍了事，因为有的人在职场上的态度是这样，但是你们其实是一群很认真啊跟负责的人，而且如果你觉得在职场上你没有靠山，或者是你很常让别人靠山，有的时候你很累的时候，在年末这边会出现一个贵人来帮助你。这个贵人呢，他其实是有很多金钱的资源，然后还有一些很雄厚的背景，可以去帮助你从这个心情比较有点低落，然后不太想跟别人交流的这阶段，转化到愿意去跟这个人交流，或者是他这边其实在暗示你说，你身边有一些你觉得话题比较对不上或价值观比较不一样的人，你可以试着跟他们保持一些距离，不需要跟他们一直有很频繁的来往，对，去选择那些可以强壮你跟滋养你的人，就可以给你很多实用的意见的人。也许他们这些很有经验的人，他们讲话不一定是好听的，但是他们给的建议会是你回去想一想之后觉得很受用，然后可以帮助你在工作上赚到更多钱。因为这边还有这个圆盘2，你如果接下来要做工作是要做贸易啊，或者是做一些金钱金流相关的，在这个年末你会有一笔资金进来，可以帮助你去做这个财务上的转换，或者是你的那个客人会开始来。如果前面你觉得客人好像没有理想中的这么多，那后面这一段时间你的客人会一直陆陆续续的来。那这之间呢，其实你是需要去停下来。你看像这个圆盘骑士，你要停下来去享受跟平衡生活中的这些压力跟情绪，因为你总是看着自己可能做得不够好，还可以在完美的地方，却忽略了自己过去已经做得蛮好蛮厉害的地方。我觉得可以多给一点自己鼓励，还有一点享受生活中的乐趣的，也是很重要。因为有些灵感是必须透过你在休息放松的时刻获得的，然后它可能可以帮助你在工作的时候更快速，有点事倍功半的这样子的感觉，对，就可以更快速的解决啊。因为有的时候没有灵感就是没有灵感啊，但你可能出去走一走啊，晃一晃，就突然想到这个东西要怎么解决，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卖得更好，在工作上更有帮助。对，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可以去试试看。那如果你说你要创业的话，我觉得你在过去的这些领导的经验啊，你可能后面出来自己开餐厅或者是开什么都可以，就是你会有一笔蛮稳定的金源可以去创业跟开业的。对，后面这个钱会生生不息的来啊，所以我觉得可以用乐观开朗的心去面对这一切，你的前景是非常不错的哦。你看这边有太阳牌，超棒的，就是这边已经你应该收尾的，该断舍离的都断掉了，那现在后面就是迎接你把那个不好的东西都清出来嘛，比如不管是人事物也好，后面就是会再来新的更好的跟自己更贴切的人出现。对，现在的话就是整理这些情绪，然后偶尔出去玩啊，放松一下，会帮助你在事业上获得更好的成就。对，那这组的朋友想知道更多的话，欢迎来找我做个人占卜，现在有2025年运势优惠，可以加我的官方 LINE， 那有问题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说，我都会回。好，谢谢第3组的收听，那祝你们事事如意，赚大钱。好的，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